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最近的热点还是李世培的首次露面啊，特别是他演讲的全文出来之后啊，大家从不同角度分析他的心路历程、他的进展以及各界的反应。但是这里边啊，既有无脑黑，也有脑残粉啊。那在 DC Inside 这个论坛上啊，就有不少这样的人，我曾经问默默呀，韩国的这个 DC Inside 论坛，它是个什么样的论坛呢？他说呀，也就相当于百度贴吧吧。我说那我就明白了啊。虽然那个我每天也浏览他们的信息啊，通过浏览器的翻译插件啊，看看标题啊，评论多的帖子点开看看是吧？确实有一些 LK99 和史文超导的信息，那还比较集中的。我过去讲的话题里面啊，估计有1/4的信息呢，最早是从那儿看到的，但是大多数帖子呢，也是就是一个是字数少，而且写的内容也不深入，大多数都是呢，就是起床发一帖 ，APL 你怎么还不发表我们 LK99 论文呢？晚上睡觉再发一帖，明天美国物理学会一定会发表李世培的论文，我们韩国必须有一篇论文来支持国运。说起来呢，这个在 LK99 火起来之后啊，我看到了很多的中韩的爱国青年那么在这个前沿的科学话题上呢，增加了很多这个莫须有的东西，这个还是比较耐人寻味的啊。那我今天说的是DC Inside 上也有比较好的这个分析和长帖，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两个，一个是分析如何看待李世培的这次露面的，有点这个从战略层面分析了比过去我看到的国内外对于李世培首秀的这个分析都要深刻大多数呢都是分析具体的比如进度某个指标另一篇呢是全面分析这个超导发展的这个长帖讲的是很难有新理论指导新材料。我们先看第一帖那1月份的这个 APL 发表论文这是他标题，他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理科生不放弃的原因，你们必须计算人的心理，而不是计算被拒绝的可能性之类的。他说我们应该分析李世培这个人尽管呢面临各种的争议和批评，李世培呢从未公开露面过。每当被要求的时候，他都会以论文审查为由来搪塞，这就导致更多的这个谴责，说他在寻找借口遮掩自己，但是他默默地忍受了所有的批评，继续他的工作。那么他在1-2次新闻采访中模糊地说过不久将公布某些内容，但他从未给出过确切日期。同样的，也没有在这些言论之后迅速在任何的官方场合露面。那从上边这2点可以看得出李世培认为一切事物都有轻重缓急的顺序，对此呢他是非常看重的。APL 论文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和论文审查相比，官方声明的优先级是远远低于那个的，所以他说话就非常谨慎了不喜欢呢轻易做出表态。如果某事尚未确定是吧，他就不会给出明确的答复。Archive 那个论文上传也不是他本意那么量子计算机会在6月份交付，延世大学的这个。如果 LK99 并非重点，这只是多项愿景引领计划中的一项，大可不必在1月份就举办这个仪式，完全可以等到6月份量子计算机启用的时候再进行，那时候效果会更好。也就是说愿景引领计划 QILI 完全没必要锁定在1月，即使李世培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可以随时推迟到6月在量子计算机实物就位的情况下进行发布会，不更有戏剧性吗？但是他们偏偏就选择了1月。第4点就是同样，当时国内外舆论和政府机构都没有任何迫使他必须在1月初公开露面的压力，那他主动现身那是出于本意了，可能会有某些请求，但是考虑他的个性，他一旦决定不参与，那绝不会轻易改变主意的。所以综上所述，我的判断是，那个网友
他说呀，李世培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只有完全确信时才会表态。考虑到他的慎重的个性和此前的所作所为，他过去宁愿面对任何事也避免公开露面，这很可能是由于 APL 杂志方面反应暧昧难以琢磨。他性格内敛不喜张扬，建议他这样，他就在1月份主动现身，并没有任何外界压力，也没有高度期待，所以我预计 APL 杂志很有可能在1月份接受论文并予以出版。上面就是这位 DC Inside 的网友应该叫 Siasora。I don't know if my Korean pronunciation is authentic。我觉得他写的是很好，比一般这个中韩网友的 LK99 这个狂热爱好者都要更有深度。大家知道我在前面几期一直说我对李世培博士一直是有很强的好奇心的。我想知道他是个什么性格的人，所以这位 Siasora 网友就给了我一个比较认同的说法。虽然的标题看起来是不太靠谱的毕竟1月份笃定 APL 会发表 LK99 论文，凭什么呀？但是你从他的分析来看，也不是没有道理，是吧？如果1月份 APL 会发表论文，那现在预热这件事儿，收益将是最大的。当然，也有人说因为其他的史文倡导论文不断出现，CES 也宣布会在2月份宣布这个悬浮样品，中国科学家一直紧追不舍，再加上3月份 APS 会议，是吧？所以现在是必须露面了。那必须露面了吗？实际上在韩国这个低温超导学会 KSSC 宣布 LK99 不倒的时候，他就应该露面了。那会儿应该出来紧急止损，然后就可能逃脱被多个国际媒体评为2023年的科研惨剧的这么一个主要人物之一，但是他仍然没有出来。所以我才推荐这个韩国网友的帖子，这也算是一家之言，可以供我们参考。而如果你了解了这个人，如果觉得他不打无准备之仗，如果你是 LK99 史文超导研究的参与者或者利益相关方，你就更应该把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扒开来看看。这么一个谨慎不轻易表态的人才是最恐怖的也许即使下明棋，他也敢说各位都是垃圾。我都告诉你我要做什么了。没错，量子计算。如果认同他上面的逻辑和性格分析，那量子计算就不是幌子。好吧，这是第一个 DC Inside 的论坛的帖子是一位叫 Siasora 网友发的谢谢这位网友的精彩分析。那第二位网友叫 Principal 他这个是回顾了这个超导的科学史试图说明这个传统的这个超导理论是不足以解释这个李世培博士他的 LK99 的新型超导材料的。我们先看一下帖子的内容他说超导理论历史充满了难点，这也值得注意的有第一，关于金属温度大幅下降时电阻是否会持续线性减小这个问题，凯尔文爵士和 Darude 有相反的预测，前者认为会先下降后上升，后者认为会线性下降至0。那第二就是昂纳斯首次通过降低汞的温度发现了超导现象，与上述理论均不符。实际上在某一临界温度会非线性的突变到零电阻。此后麦斯纳发现完全导体所不具备的抗磁性及麦斯纳效应。第三后续又通过实验合成了各种各样的超导体。第四伦敦兄弟从现象角度解释了麦斯纳效应，提出了伦敦方程式，但仍无法从本质上解释这种效应的起因。第五就是受伦敦方程式的启发兰道和金斯堡提出了兰道金斯堡方程，同样也无法解释本质机制的这么一个情况。第六就是 BCS 理论的出现，首次从量子角度引入了玻色子这个拟离子，说明电子因为克服库仑力形成了库珀对。第七点就是贝尔实验室发现
铌和锡在极强的磁场下仍保持超导性，颠覆了既有的理论，由此发现了二类超导体。那第8呢，就是IBM 的研究所呀，在LBCU 超导体打破了 BCS 理论预测的临界温度的上限主要就是氧化物高温超导体这么一个实验。第9就是随后学界试图从多个角度解释高温超导现象，但至今呢仍然没有统一的理论来解释如何获得足够激发能形成的库珀对。那可以看出超导领域呢是发现理论，理论被否定，发现理论，理论被否定，这么一个重复，几乎没有从理论出发预测并发现超导体这么个案例，也就解释不了已有的超导体。关键在于呢，库珀对的存在是通过实验证实的，但是究竟是早期强调电子液化理论的作用呢，还是 BCS 框架下的波色子解释亦或其他机制，至今40年都没有理论可以预测或解释高温情况下的抑制机制。那这和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大爆炸理论不同后者呢不仅得到了实验证据的支撑，还能进行预测，比如引力波双缝实验宇宙微波背景等。超导体呢只能说证实了库珀对，并没有确定本质原理。所以试图呢通过过去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新型的超导体是没有意义的，更不用说从1类到2类超导体麦斯纳效应越来越不完全。那对3类超导体又会是什么情况呢？能超越高温超导进入室温超导领域吗？所以超导领域应当与那些能预测和解释的理论区分对待。首先是发现，然后再寻找配套的理论。这个领域到现在连理论都还没有确定，更谈不上预测了。所以我觉得很可笑，在没有确定理论的情况下，就用过去超导体的特殊性作为范本来裁剪新型超导体，予以否定，这本身就很荒谬。仅仅进行类比和归纳而已，连统一的理论都没有。有效质量问题也是如此仅凭发现而已。所谓同位素效应，原子结构相同而仅质量不同的多种铅同位素，它们的超导临界温度与质量的导数成正比，就是质量越轻超导临界质量临界温度越高，是吧？这只是个发现而已，没有理论基础。同样都只是过去的数据显示有这种趋势，并没有严谨的理论框架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那么室温超导体又会如何呢？LK99材料也是从温度下降和压强升高会抑制震荡概率这种过去的趋势出发，通过置换引入的内部加强抑制玻色子进入 BCS 框架无法解释的区域。可见发现在先，理论然后才随之而来，但目前理论的仍然无法解释现象，也就更谈不上预测了。因此过于强调理论和定义的角度来审视 LK99存在局限性，这是很明显的。简单来说仅有低电阻这一事实，其他特性都可以不同，这一点学界必须接受。也就是说，他们不应当抱定理论上不符合或者定义上不符合这样的预设，而面对 LK99 电阻远低于铜的实测数据和过程，仍坚称测量错误。如果测量错误，电阻增大还说得通，电阻减小怎么会发生错误呢？把绝缘体导底测量时电阻为0这种荒唐理论强加给精密仪器本身，这个事就很荒谬那你没有零假设，何来驳斥和自证呢？这里有些人执着于零假设，其实从一开始就把理论错误理解为零假设，这本身就很可笑。这是这个韩国网友的长帖。这个零假设我一开始以为是翻译错误，后来我用 DPL 翻译呢，也发现是这个意思。那根据上下文我理解这个零假设应该是指呢，就是属于呢 null hypothesis， 是吧？就是通常就可以翻译成叫无效假设和零假设。在统计学中呢，零假设呢是一种在没有证据支持情况下进行的假设也就是默认变量之间没有关联或差异。所以文章里就提到了没有零假设，何来驳斥和自证？意思就是，
如果不先提出零假设，就无法对其进行证伪或者证实。那文章的意思似乎是呢，关于这种新型超导现象，我们谈不上有确定的理论，最多呢只是有一些经验和总结，因此要提出一个零假设前去验证。所以零假设呀，这里就是指对新材料提出的假设，用来设计实验去验证，而不是既定的理论或者是模型。但是用存在的理论去否定或者裁剪它们，这样更不行。所以啊，那既然这是个热帖呢，肯定就有不少的响应，是吧？我们看看这个上下文啊，对它的这些中文有这个跟帖，我们看一下上下评论中的这些中文翻译和概括啊。那有网友啊就赞同上面的结论啊，认为啊新材料的发现啊应该采用归纳法，而不是这个演绎法。超导体啊它的结构也可能和现有理论不符啊，这可能是金学哲教授看到样品之后啊有强烈反应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网友也表示，这种评论很有意思，指出啊这个超导体的发现历史啊大多数都是发现理论被否定的这么一个循环，很难从理论出发来预测新材料。那新材料呢并不一定符合既有的理论和定义。有网友认为啊，这种评论呢也有点过于极端了，你完全抛弃传统理论，这种态度呢比较偏颇啊。科学发展是一个渐进和深化的过程，你不应该完全否定过去。当然也有网友啊表示这篇评论还是很好的，系统的指出了当前主流学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当新材料出现的时候，过于拘泥于这个传统的理论框架不够开放和尝试新的问题。那之所以给大家推荐这两篇帖子呢，就是因为确实是经过认真思考后的文字也能帮助大家了解这些韩国的青年研究人员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我个人觉得吧，除了年轻人对新材料的喜爱和抛弃过去传统方面这些过分的陈述之外，大部分内容还是比较客观的。虽然比如说有几句话说的还是比较绝对的所以说试图套用过去的理论是毫无意义的没有确定本质原理这些等等。这话语显得有点过于绝对因为科学发展有时候确实是个渐进深化的过程。那其他的大部分分析还是站在事实和逻辑基础上的，就是比较客观的指出你超导体的领域就存在理论解释的困难，而新材料和传统理论之间差异呢，仅从过去的经验判断新材料的局域性，这些论点还是合理的，网友的所以评论内容呢，大多数都是比较客观的，值得我们去平和的思考和讨论。就科学的精神恰恰就在于呢，能够不带先入为主的这个看法，对新事物保持这种开放和探索的心态。好的，这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两个韩国网友Seasora 和 Principle 的这个精彩的帖子，也希望两国的这个室温超导爱好者一起加油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够迎来这个室温超导时代。再见。